预言家拿督郑伯健称，2023年下半年8月、10月最关键，九火运将带来诸多灾难。他都做了些什么预测？哪些发生了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据说九火运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和混乱，也会给无数人逆袭的机遇。如何避开灾难并把握机遇，这就是马来西亚预言家拿督郑伯健要告诉世人的部分。郑伯健研究九火运已经有很多年，他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都认可的预言家，能获得马来西亚拿督荣誉称号，都与他独特的研究有关。郑伯健告诉人们，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努力，而是机遇。而得到机遇最基本的就是要洞察先机。那么如何洞察先机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就是预言未来。郑伯健最初是研究科学、商业学，然而两者都是世界普及的学问。当大家都掌握这种技术的时候，你就很难拿到先机。于是郑伯健开始将这两大科学与玄学、易经、八卦和奇门遁甲相结合，通过科学计算和系统分析，提前掌握未来发展之势。郑伯健的研究并没有白费，对九火运的见解让他成为世界顶尖的预言家。据说2020年，郑伯健预见了14件大事，结果其中12件都成了现实，比如经济大事、自然灾害等等。而对于2023年，郑伯健同样做出了很多预测，尤其是下半年，他认为8月和10月是两个最为关键的时期，因为九火运在这两个时期会无与伦比的强大，甚至强大到影响世界每个人的情绪。受到九火运的影响，让人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应对生活和事业中的挑战，它会让人难以控制情绪，让人们心头的怒火久久无法消散，更容易引发街头斗殴、路怒症，同时也会让人更多的在网络上发布网暴言论，这些都会酿成无数惨剧。这样一来，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。如果只是这一点，那也没什么说服力，毕竟情绪谁都有。但除此之外，九火运旺盛最直接的表现是火灾。2023年的确发生了很多超级火灾，比如加拿大的野火，燃烧面积相当于大半个山东省，其燃烧产生的灰尘让美国都陷入了黑暗。再比如夏威夷大火，明明有完善的消防系统，明明就靠近海边，但夏威夷大火还是不可阻止的蔓延开来。我国消防部门公布了上半年火灾数据，全国一共接警超过55万起，财产损失达到近40亿元。这里面火灾发生的次数比去年上升了20%。好在我国如今消防系统建设比较完善，人民群众防火意识也比较到位，才让火灾的伤亡和损失在可接受范围之内。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很多人对郑伯健的预言都深信不疑。但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联系，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。那么除了情绪和火灾，九火运还会带来哪些灾难和危机呢？马来西亚预言家郑伯健预言，2023年下半年将进入灾难的高发期，尤其是10月份，人类社会将遭受巨大的挑战。10月已经接近尾声，他的预言应验了吗？以近期发生的巴以冲突而言，这就是10月份最大的灾难之一。巴以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，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爆发冲突？有人将此事和九火运影响人类情绪联系了起来，因为不论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，他们心头的怒火都已经无法控制，最终引发这次难以收场的大冲突。但这样解释显然过于玄学，毕竟巴以之间的怒火已经延续了1000年。除了对人类情绪造成影响，郑伯健还预言了很多灾难，其中包括病毒的袭击。他认为病毒并没有被击败，只是致病率和致死率都已经大大下降。但在2023年下半年，病毒会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，而且除了新冠病毒，还会有其他病毒入侵，这些病毒可能会比新冠还要严重。这一点不管有没有预言，都值得警惕，毕竟关乎健康。比如今年的肺炎支原体感染，不但比以往更加严重，还在向儿童低龄化传播。医院专家认为，这次感染或许会在11月份达到高峰。再比如诺如病毒，这种病毒潜伏期短，变异快，有很强的环境抵抗能力，尤其是对儿童有很大的杀伤力。另外，除了对人类的病毒，还有各种禽流感，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卫生，尽量不要去人员过于密集的地方。拿督郑伯健预言的第二大灾害就是自然灾害。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的超级大地震，再比如7月份爆发的多场台风。但郑伯健说下半年会进入正宫位，这个位置代表了震动与
变化，也就是说，下半年地球上很可能会发生多次大地震，甚至引发各种海啸灾难。对此，郑伯健专门计算预测了地震可能发生的地点。他认为，日本、意大利、印尼、智利和墨西哥这些地方发生超大地震的概率比较大，而日本、美国这2个国家有可能遭遇超级海啸的袭击。近年来，无论是科学还是玄学，自然灾害的危害的确是在不断上升。这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无节制利用自然遭到的反噬。保护自然、维护生态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棘手且迫切需要得到解决的问题。除了自然灾害，郑伯健还预言了3大人为灾害。这3大灾害又是什么呢？拿督郑伯健预言，2023年下半年9火运达到顶峰，不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灾难，也会成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。他都说了些什么呢？拿督郑伯健认为，人类文明在过去数十年固然进步迅速，但也带来了很多灾难。这些进步如果无法正确掌握，甚至可能引发毁灭危机。比如近几年异常火热的人工智能，它的确方便了我们的生活。无论是车载智能还是智能家居，我们只需要一道命令，就能让机器完成各种工作。尤其是 ChatGPT 和百度文心的出现，更是让 AI 成为人类新一代的革命。然而 AI 的出现也是一次巨大的危机。以文心一言为例，刚推出的时候，文心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，在语言组织、错误纠正、情感理解上都存在很大问题。然而不到半年时间，通过自我完善和学习，这些问题竟然都被一一解决。这一进步速度，连研发者都大为震惊。难以想象，只要给 AI 足够的学习时间，它能够达到怎样的恐怖程度？而如果人类对 AI 失去掌控，我们又会面临怎样的超级灾难？到时候，人类会不会成为机器人的奴隶，甚至被 AI 毁灭？除了 AI 的危机，郑伯健还预言，人类还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。由于人类各国的竞争和无序发展，加上全球化被某些国家恶意阻碍，导致全球经济放缓，危机也越来越明显。尤其是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，其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掩盖，很多国家都在减持美债，希望减少经济危机爆发后带来的冲击。今年美国已经发生数起银行破产事件，这些都是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。再加上地缘矛盾、战争冲突，美国又卷入巴以冲突之中，更让世界经济形势越发危险。现在的美国一直在饮鸩止渴，希望延缓危机降临的时间，从这段时间里找到平稳着陆的可能。但鸩是毒药，喝多的结局只能是灭亡。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，一旦美国经济危机来袭，全球很多国家都会跟着遭殃。另外，经济危机之下还有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。粮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，粮食得不到保障，稳定的社会体系都将崩溃。能源是人类文明的粮食，一旦能源无法保障，人类文明也将彻底停滞。这2大危机如果同时降临，对人类而言也将是巨大的灾难。当然，危机之所以被称为危机，是因为危险中还潜藏着机遇。比如，能源危机会成为发展新能源的动力，粮食危机会让人们更注重保护耕地，而美国的经济危机也将表示世界重新洗牌，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或许会成为新的掌门人。预言真真假假，大家当故事听听即可，但是其中给我们的警醒还是值得注意的。对于我们个人而言，需要做的就是做好卫生防范，提高危机应对能力，学会在危险中寻找机遇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